还是这个考核的事情。其实这个模拟考核呢，已经到了最后尾声了。因为他们在前面考了9次考核。9个案例考完，把7大使仪的难点和它的鉴定要点全部考了一个遍，所以可能到最后的终极考核的话，要给一个上难度的这种案例了。这就有的说了。对，有的说了。搞一个4级大案，4级大案，可能是要请他出山，帮我们出出主意。我给他拨个电话。喂，博士好，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了。我打这个电话呢，是有个事情要求你一下了，啊，是想你帮我们设计一个奇案，来对我们法医界的实习生做一个考核，因为你处理过很多奇案，而且都是世人关注的案子。好，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答应了。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哎呀 ，Hello， 早上好。来的好早啊！乔玉，早好。早上好。你怎么？你也给我们准备早餐吗？还是？对，怎么不给我们准备早餐？就是这个书。对啊，它是裂开的呀，我说。能不能给它跟它的上半截接在一起呢？不然它很有可能就被忘记在这里。不，它用的比较少。不行，把它那个分开了。来开个会。早饭吃了没有？啊，吃过了。但是我就找梓潼要讨水喝。哎呀，啊，好酥啊！啊，梓潼啊，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个就是我看您喝水比较少，我们给你买个杯子。好。对，就比较方便，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大便吧。先喝半杯，我再继续烧。还没烧是吧？那就这也是热水，也是热水，温水。我再烧一点。这样子啊，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实习到了尾声了，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经历了这个9次的这种考核了。整个来说，我的感觉，包括周老师的感觉是，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是飞速的在成长，但是后面的考核可能还有更大的压力要你们面临着。那么可能第10案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应该是发生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的。第二，这个案子它需要拼的是速度和难度。双重的那个压力给你们，我跟周老师可能都平常很少遇到这样的案子，很难的，很复杂的一个案子。虽然我们不希望这一类型的案子发生，但是我们可能难免这一辈子会碰到这样一些事情，所以要给大家一个实操的一个机会，以应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快就要进入实战的状态了。我大胆猜测是枪弹，是枪的。
但是枪弹的话，它的那个损伤特别有特点。对啊，就是需要你反应快，不是很对得上吗？你又不是在枪林弹雨里破案子，什么叫反应快？我觉得是更复杂，因为他说什么特殊环境的。特殊环境，开始搜文献，特殊环境，法医。特殊环境，开关还不够特殊吗？它比开关还要特殊。我也觉得开关已经不会是鉴定中心里面发生的事情？啥呀？猜也往正常点的方向猜，好吧？我的天哪，怎么感觉压力突然这么大呢？咱们还有啥没做过呀？去哪儿？现在？哇！我们这次来哪儿了？这是？我今天带你们出海。知音号。这期真的是大手笔啊！大手笔，大手笔。好好看，这个船会开吗？一会儿。从登船口 A 登船进入1楼的大厅。好，走吧。登船口 A， 禁止喧哗啊！哇！哇！挺有氛围感的，还。好好看啊！不得了啊！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对。好的，各位，看一看角色。服务员、酒保、船医、实习水手。实习水手啊，各自认领一下吧。那我肯定是酒保啦。你拿了个服务员，说你是酒保，我来吧。那我肯定是实习水手旁边的船医了。我就实习水手吧。来，你的名牌。这个还挺好看的，这个手表。来吧，请入座。来 ，everybody。好，我们认领完了各自的身份道具之后，开始认领资料了。虽然场景换了，咱们的事情没有变。这次将用怎样的奇案来考核实习生们呢？哎呀，重要的案情资料。走，雄赳赳气昂昂，我们过长江。今天你们有没有什么预测啊？今天这个事儿，现在预测会下水捞尸，其实说实话，真有可能，我也觉得是。有可能，有可能。我感觉应该不是全尸，还不是全尸，对，分尸。我觉得是枪。做枪战，灭门惨。切！哎呦呦呦！哇！复杂的舱内。哎，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刘头想我了没有？特别想你，特别想你。周老师，你有没有想我？我想死你了！我也很想你们呀。行，我们先坐吧。就是都是第一次到这儿来，要借助你们助理团，明白，跟他们讲一讲怎么回事儿。我们这样，我们先把刚出场的4个人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好不好？我是这个船上的酒保，25岁，
平时基本呢就待在吧台这一块呢调酒卖酒。我在船上的工作经验不久，还需要努力提升。我是实习水手，26岁，我已经实习半年了。我性子直，喜欢有话直说。你们3个会不会说话呀？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我还喜欢钻研捕鱼的技术，厉害得很。我呢是那个船上的船医，今年40岁，从医了很多年，主要是为大家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我呢是服务员，有多年的海城经验。希望一会儿在游轮行驶过程中，我优质的服务能给大家在漫长旅途中带来愉快的心情。以上就是我们4位一些基础的人物信息。没错，好了，我这个时间看得差不多了。对，那么我们的真相游轮正式出发啊！好，出发。很高兴今天能以特殊的身份参加法医实习生期中考。哦，这谁啊？那个结合国内外经典的案件，共同为实习生策划了本次终极案件考。哦，是李昌钰博士啊！哇，大家好，我是本次终极模拟大考的特约见证官李昌钰博士。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我们从几个碎片将锯木机谋杀案的凶手找到，又用半个指纹破获了30年的血案。用几根头发找到谋杀祖孙3代灭门案的凶手。这个都是李昌钰博士之前侦破的案件啊。对对对。从 O.J. Simpson 杀妻案到 Kennedy 枪击的案件，都有我的身影。哇！收到刘良、周义武2位的邀请后，为了我们新一代中国法医的成长，我来参与这次模拟大考。哇！今天可是在李博士的见证下要干了活。鸡皮疙瘩一身。李昌钰老师教科书版的人物，就是现在我也能得到他的一个考核。哎呀，激动的都想哭了，真的，确实。影视中的角色，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李昌钰老师这样的一个人，法医圈的神。然后就他居然就是来参加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特别高兴，让我有幸可以跟他同框。出现在同一段内容里面，很震惊，很开心吧，因为也是第一次能跟他有这种接触和交流，就又有挑战又很激动那种感觉。李昌钰博士是在海内外、在刑侦，甚至在法医上面都是享有盛名。我们也希望用他的视野来看待我们年轻的法医，我们的法医的水平。我觉得也体现了他的这个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一个对年轻人激励，第二个给到很多综合性的、难度非常大的这个案件考核。首先欢迎你们乘坐这艘真相游轮，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件即将在这里发生。请法医实习生们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你们所学，分析死因，找到真相。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读一封信。
这是凶手留下来的信。凶手还留下了信件。挑战的还要。哦。这艘船现在就和我一样，是一种误导。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法忍受。我要让你们全部一个接一个的从这里消失。今天这艘真将游轮将上演精彩的表演。2楼的3位水手，我知道你们不想见到我，现在你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们在名单上面呢，哎。哦。哇。我们也会死吗？是已经死了3个了。有倒计时，哎，有倒计时，距离船只靠岸还有11个小时59分钟。哇！到啊！11。哎，12个小时倒计时。是已经死了3个了。我们也会死吗？请法医实习生们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真相。哦，有点刺激哦。这次有点刺激哦。像我们今天这种案件的话，按照李博士说法，要与时间赛跑，去发现真相，挽救生命。所以在遇到了事件或者是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法医或者是我们侦查员有3个及时，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要求及时的出现场，要非常快的反应。那么出到现场以后呢，要及时的处置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还没有死人的，人还活着的，要赶快抢救。第3个及时呢，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除了我们法医以外，还有其他警种在里面。那么我们这个情报信息要互通。为什么也特别强调及时呢？是因为你去晚了以后，现场可能会破坏掉，有很多信息可能会丢失。第2个是，可能当事人、目击者他的记忆会慢慢的会遗忘，有失真的情况。另外就是死者遗体也要早期处理，你不早期处置的话，自溶、腐败、被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可能还在场，他可能还会做一些破坏性动作，所以都是我们需要快速反应的。所以今天这个考核，我们跟李博士商量的是，就是你们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的做出应变处置，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决断，快速的让其他的警种去做侦查、做判断，这样的话避免更多的这个惨案发生。那么我们今天的考核呢是这样一个分组方法，2个人一组，去处置一个遗体。看看他什么死因，所以这个分组的话呢，这个周老师，反正我刚才在下台阶的时候看到了，他们那个黑衣服、白衣服，黑白配。分3组，我们一个是按服装颜色，第2个按你们平时的一个合作的默契程度。徐志同和陈实，你们2个铁兄弟，继续搭档。好。徐宁就跟你旁边的刘朝玉也搭档，黑白配。剩下的就是刘瑞娜和向晴晴。好，那我们4个也就先出发去现场了。好，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加油啊！加油！哇，真的绝了！那我坚定一点，指挥员。跟你吵起来，咋了？指挥员本来想跟曲姐一组，我可不想跟你一组。为啥呀？我已经有固定搭档了。对，我想来点不固定的，尝试一下。不要紧，我们下次再找个案子给你。不用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李博士宣布的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去看一看。哇，这个范围好大。大家来到了现场，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水手们的一个大通铺，就是很多水手住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比较胖的水手，发现他倒在这个地方，面容是比较惊恐的，衣服也不是太整齐。3组里面有没有谁说我先把这个做掉？做吗？都行。再看。那我们选这个可以吗？2个确定了吗？确定了吗？确定了。好。那我们另外2组就朝前面挑选。哎呀，果然符合他俩的风格呀！啊，什么风格？一上来就得先开始。来，这边，第2个现场。这是一个水手长的卧室，死的时候死在床上面，面容是比较平静的。这个人呢，他的房间是比较安静的。第3个现场就在楼道里面。他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水手，但是衣冠不整，很惨烈。然后现场有这个碎的酒瓶子，会有那个酒的味道出来。因此你们后面2组需要决定。让女生先选，让女生先选，让女生先选。那我们就这个。好。所有实习生已经看了3个这个有遗体的这个现场，那接下来的任务是这样子的：先给当事人30分钟询问时间，30分钟以后，再到那地方考现场勘查60分钟，然后后面有20分钟的时间来找出一团。因为他有4个这个当事人，你们只有3组人，你们来得早的人，可以有机会带2个当事人去到你的现场去。跟他进行沟通、协作。当然，你觉得20分钟之内，你觉得我已经搞清楚了，有想法了，你就可以通知我们，听你们汇报，谈死因，还有一部分事件重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间和准确率是我们计分的重要的两个因素。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好不好？我们要计时开始了。那我想先问这个实习水手。实习水手。一人问2个吧。那我问服务员和实习水手，你问传译和酒保。哦，我传译跟酒保。我是这2个嘛，你是那2个。行。您好，你是实习水手吗？好。我们可以同时问吗？那就一起吧。OK， 可以来吧。传译。你好，你好，看面吗？看面。7个，来，坐。你好，来。我是实习水手。我当时那一天啊，是在甲板上偷偷捕鱼回来，往回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个瘦的水手躺在了那个过道那边。喝多了？怎么躺在这儿？挺奇怪的，估计是喝醉了。醒醒啊！喂，走到这个大通铺的时候，我看见胖水手，突然发现胖水手已经死了。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就赶紧去找了那个水手长。结果去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也已经死去了。这个事情我就挺害怕的。我是在这个游轮上干了好几年，但是这个3兄弟比我来的时间还要早。然后当天晚上的情况呢，是我听见我的同事喊说2楼出事儿了，我就赶紧跑过去。我到的时候是和船医一起赶到的，然后他就发现了胖水手在大通铺那个地方倒下了，隔壁走廊呢躺着的是瘦的那个水手。这个时候船医就教我说怎么去给人按压抢救，于是我就跟着他说的去给瘦水手去按压了。哎，醒醒啊！首先我是船医，我就先是看到了躺在大通铺地上的胖水手，因为他平时太胖的话血压就会高，然后我赶紧就对他按压这个胸腔做急救。然后当时服务员也在，我就让他按照我做的样子去救瘦水手，可惜2个人都没救回来。您是酒保。
听同事喊说2楼出事了，到那儿发现人好像就已经不行了。他们这3个人呢，就是经常会一下班就来我这喝酒，然后也是爱酒如命。但是呢，就是这3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只要一喝大了，就乱说话。喝大了乱说话。对，那天那个生日会的时候，给船长过生日嘛，结果呢，他们就喝多了，之后他们就说起来说船医给人看病乱收费。然后我就心想说，他们敢得罪船医，那就后果很严重啊！就因为在船上嘛，你怎么能得罪船医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白衣天使嘛，就是主张的是不收费。就是在这之前，最让人恼火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那天船长过生日，本来是好好的，结果胖水手跑去给这个服务员敬酒，然后服务员刚倒了一杯茶水，可能想就是以茶代酒的回应一下。结果那个水手长和瘦水手就一直起哄，让他们喝交杯酒。交杯酒怎么样？搞得服务员又不好意思生气，然后呢就板着脸说不喝。安静，他们3个就下不来台，这服务员也气呼呼的。他们3个人在台面上都不注意一下分寸，更不知道这个私底下会怎么骚扰这个服务员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服务员如果想私底下报复他们几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发现水手长卧室的绳子，跟那个服务员平时绑垃圾袋的绳子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他们3个喜欢喝酒，一喝完酒呢就会闹耍酒疯，跟平日里完全是2种人。船长的生日，他们喝了点酒来劲儿了，就去跟实习水手敬酒。咱们喝一个，来，然后实习水手呢，他就不喝，而且还说了一句说我不是领导，你们敬酒我受不起。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觉得这3兄弟平时太听那个船长的话了，觉得他们3个拍马屁。然后这3个一听到这个话就受不了，就跟实习水手就吵架。你这个新来的水手啊！你什么意思啊？实习水手那个时候他忍住了，没跟他们打架。但是我觉得大半夜如果去泄愤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他是个脾气特别暴的人。实习水手平时是练拳击的，他是一个连船长都不放在眼里的一个人。主要就是他们比较喜欢拿我来开玩笑。喜欢逗你。对，可能是觉得我是实习水手吧，就并没有特别的在乎我嘛，可能是这样子。但我并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这个嘲笑啊，或者是调侃，我就很难过，或者是有时一些其他心理都没有。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在喝酒，当时我跟他们吵了架。然后酒保呢过来劝和，那个时候胖水手就骂了一句，我说你一个小白脸掺和什么事情？我们是男人，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掺和。然后当时那个酒保呢，我看他脸色其实不是很好，感觉他从来都没有当时那个样子那么生气过。服务员如果想私底下报复他们几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实习水手呢，平时也看不太惯他们。感觉酒保呢，从来都没有那么生气过。这3个人说船医给人看病乱收费，不收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场勘查这个环节。跟刚才一样，60分钟，谁先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保证完成质量的情况下，再回来找助理谈。那现在我们进现场的时候，还是做一些基本的防护，因为环保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勘验服、帽子我们就不戴了啊，就只穿件个鞋子和手套。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好的，好吧。OK。这从穿鞋套就开始抢了吗？娜姐，你这。这个是我的。哎呀，我的妈呀！要按键重建哎。先看了再说。这些口供漏洞百出，等会现场重建的时候就得要好好想想。大掌柜的烦恼。没关系，别着急。走。快，我们的现场好远啊！
这里是我们的搜查范围吗？是啊是啊。需要拍照啊，老徐。先拍一张照吧。我把这个药拍一下，他桌子上有药。哟，淘宝客卧。拖鞋。这个是右脚的拖鞋在床上，脖子上有红绳，还有一个扑克牌。你来拍照，垃圾。那边有呕吐物，往酒喝，还喝了酒，还打了牌。这个床铺是很整齐的，有很多酒，手里的扑克牌。我觉得那个扑克牌就很像那种连环 killer 留下来的线索。你们这里有扑克牌吗？有啊。你们是什么标志的扑克牌？方片4。我看这几号，这是红桃4。那黑桃4呢？黑桃4，这是黑桃吧？你们是不是都是4？放的是4这个数字，然后不同的花色的。4是代表什么意思？4不就是死的意思吗？给我死！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现场勘查，死亡原因是什么？这是啥？检验报告。它是什么冠心病是吗？常见毒药物是冰性，然后酒精是106，醉酒但不致死。OK， 可以吗？没了。OK， 我去看那边了。那我从后面往前看啊。肾 OK， 肝也 OK。我看不清楚。我觉得他这个肺有肺气肿。这皮破了。皮没破，没有。这不是破了吗？那他只能说一个脾淤血。这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肋骨，就是那个胸外按压导致的肋骨断骨折或者出血。哦。你看他体表皮那一块有没有什么损伤？没有啊，体表很干净。没有明显外伤，然后中毒排除。我觉得脑上没问题，你觉得呢？我觉得没有。他也没有就是休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室外浅淡好像没有。然后高低温也可以排窒息真相，没有。然后心是有出血的。我觉得是心脏问题。师傅，你这里，你觉得这个点像不像？这个点是硬的。对他按压这个胸腔做急救。是胸外按压导致的，
这些损伤，我这不是损伤，你再看一下。你看看他这个血管就明显缺血了。然后整个心脏大量的胶原纤维，这属于波浪样变吗？有一个还挺多的。这波吗？波啊，这里斑块破裂。再加上他是那个面部惊恐，可能是受到了一些什么惊吓，然后引发了这个电源线猝死。到底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他的死亡？我看一下这个药，他患有那个风湿免疫。看一下这个说明书。这个药会引起消化道的不良反应，所以他可能会有呕吐的改变。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消化道的症状比较多。对。你看它这个肠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坏死，对，有坏死。它的这个胰腺，我看着是像出血，还有点自溶的现象。你来看这个喉头，然后这是食糜吗？就是它吐出来的。我看着好像不是很明显。有这坨嘛？然后它这边这个是胃内容物。是的。然后胃内容物里面都是这种血性的物质。哎，想出来了，胃呈现了这个暗紫红色，那就是胃内出血。对，当时因为也服了药，然后刺激的胃肠道有不适，最后呕吐，然后就因为这个呕吐物引起的一个窒息，死因是机械性的一个窒息。我在想啊，就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这个酒瓶破碎有可能是不是他和别人发生了一个打斗？头皮有暴露伤没有？脑组织有出血，颞肌也有出血。这个位置是哪里，青青？哪个位置？好像是颅前窝。不，这是后枕部。啊，那就是后枕部有出血。好。右裂，皮下血管出血。这里右侧颅前窝有出血。这是颞骨沿部，它出血的那个点在前面。然后可以对应到刚我看到有一张照片，他的眼睛那个地方，就是周围这一圈有点那种熊猫眼症。熊猫眼症。对，有点出血。这里好像有一些异常，这是脑沟回变浅，然后水肿，头部出血也挺多的，就说明他可能之前受过一个暴力的一个损伤，导致的他的这个死亡。快，我们得快一点。先看尸表，没有外伤，口唇发干，那不就发紫吗？颈后有这个绳子的这个勒痕。他那个印儿跟他这个绳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这个服务员用绳子弄死他这个事儿。绳子上的油脂都是水手掌，这个就挺迷惑。咱俩先把这个看见的先记下来，后头有点泡沫这块。然后肺有出血点，这是肯定的。这肺泡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有，对他肺肯定有问题的，这应该心脏。你看上面出血点吗？有。肾有出血啊，你看，口腔黏膜有出血。心肺肾有问题啊，窒息啊。但睑结膜没有出血点。
舌骨没有骨折，职业性窒息，感觉真相不够。没外伤，没雷，没温。水手长在死之前找我要过头孢。桌子上有这个头孢，然后喝酒了就中毒窒息嘛，要这样说的话。看检验报告吧。我看这个头孢1.5，乙醇成分80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到中毒量。就头孢配酒呗。而且头孢配酒，它后续出现的双硫仑样反应也有可能出现窒息啊。来，走吧，去吧，直接去吧。那么斑块破裂可能是导致心外压导致的吗？不会啊，最多导致心脏破裂，就心外膜或者肌肉那些损伤，但是不会导致血管里面有。对，所以坚决症状可以排，然后心源性的猝死。那我们就这样。OK， 是吧？明确这个死因的话，就只有2个方向，就是联合死因。对，它不是一个单一死因。对，走吧。快！好，我们刚才这个实习生是在1个小时内做了现场勘查，但是呢，每个组的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我们周老师宣布好不好？徐志同和陈氏同学第1名30分钟，另外4位同学并列第2名31分钟。所以呢，你们这个陈氏、徐志同那一组呢，你们有权优先权。你们要选谁，你们就过来牵手。牵手。对。去吧。肯定会选我。牵手。想好没有？不可能。你好，我们就牵手成功了，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你们。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好，你们2位就只剩你们2位有什么区别没有？你们先吧，你们都行。你们选吧。酒保。哦，酒保。我的牵手，我们牵手啊！我也牵手成功了。好，接下来助理团就跟你们实习生到你们勘察现场去，有20分钟的时间去做互动。好，我们就现在开始。走。走啦！走吧，我们是职场 F4。可以的，职场 F4啊，F4可以。你们该不会是因为没得选了才选我吧？不是，确实。我们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案发地点。好，就是这里，到了。客观这边请。行，这是你们的现场。对，水手长的现场。刚才我们经过一些这个相互的这个口供的对接，发现了这个凶手他喜欢拿东西来标志他的一些作案动机，比如说每一个现场都会有一个扑克牌。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这个杀手他的一个作案心理。既然他能够把这个标志留下来，他们肯定是想要找存在感。那他平时存在感肯定很低的。对。那实习水手天天打拳击，我总感觉这个实习水手的这个存在感还挺强的，属于特立独行的那种，还挺酷的。实习水手他可能融入不了大江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也在想。那酒保呢？他可能在他酒里下了药。搞不懂。会是护呢？哎，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就是已经确定的他的死因呢？最大的一项就是头孢和酒的问题。头孢和酒的这个问题。头孢就酒，说走就走。因为我们在他体内都检测出了这2种物质，酒精含量也是8.9，也是不低了。他有过敏吗？
他没有过敏，他就是除了要头孢之外，他身体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看一下它的量，微克每毫升是吧？他给的。那1.5也不够啊。小浓度，致死量也没到，整个查起来其实还是有点出入的。他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首先他的肺就有出血点，就直接看就上面有一点一点的红色的，心脏也有出血点，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血管通透性出现了问题。对，血管通透性出现问题呢，很有可能是他会比如缺氧啊。那就是说白了，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7大死因里面已经归纳出了可能是机械性窒息。如果是勒死的话，可以造成机械性窒息。对，那如果说用其他工具呢？它不留痕迹的，对。万一用的是这个枕头呢？也好用，也好用，还不留痕迹。其实其实挺有可能的。对，口唇黏膜，那是口唇黏膜。口唇黏膜有出血，是泡沫状血性液体，肺水肿、肺淤血，喉头充血水肿。如果他当时是在一个醉酒的情况下，有人对他进行这个捂的这个动作，其实他也是反抗不了的。是啊，对。枕头的事留着。你们现在有对他有什么基本的判定吗？就是心前区疼痛，然后疑似冠心病的。尸体解剖的时候，也看到他的心肌里面有很多那种纤维化，就它有一个特殊染色，然后里面有很多那种胶质纤维。因为现在最有问题就是心脏嘛。那心脏排掉冠心病，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打了之类的，打在心脏上。还有挫伤吗？有。这个是脾脏的挫伤，对，是吧？这里是有血的，淤血。这证明被打过或者被受过重击。对啊，那些也都算机械性损伤。对。心呢？心有吗？它这个里面全是出血。对啊，所以说如果是因为疾病，不可能出到这个脂肪层来，可能是因为什么外力作用，就有这些都有出血啊，这个对啊，对，就是出血的。我觉得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暴力性致死，因为从我们现在已有的资料里面排除不了机械性损伤。我觉得你只能说疾病跟机械性都在里面，都有可能，可以。我们现在是想到的是联合死因，因为它结合它的一个头部的损伤是外力作用机械性那个损伤，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喉头水肿的表现，得出它有一个窒息的一个可能因素。明白。所以它这个联合死因当中，我们就要往重的往前推。对，我看一下。哦，想出来了。脑部的一个外表面的一个出血，出血量是很少的，就是没有看到像是弥漫性的一个大出血。整体的机械性损伤不致死的，对。他头部的一个机械性损伤，是不是在跟别人争执？喝完酒之后，发酒疯之后，自己去。你觉得死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死因？那我这边就结合我们两个得出的东西，我推出的一个死因是机械性系的一个窒息。直接就把这个机械性系这个损伤改为这个辅助性的，就是它的喉头水肿、喉头充血，加上胃部的一个出血，它的喉咽部的血性失密。当时是想到会有一个食物反流、呛咳导致的一个窒息。大家预演一下。咱们的枕头能用吗？可能用不了呀。这样的，不用拿枕头。呀，这太大了，这个不行。哎呀，韩娜，你就用枕头吧。
不，它粘住了。这样的，我想想招。这样拿这个。Are you sure？ 是。Very sure。来吧。来。1.5块。啊，老徐自愿啊。先盖上，好吧，假装枕头或者是什么软性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很晕，你2个手，然后我先这样子，然后你可能推我，你要弱一点好吗？如果是被打的，就跟疾病的差别就是在于出血跟缺血啊。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心脏，它大部分是出血改变。好了，我感觉精神上肯定更大了。先汇报一下，我们达成一致，先汇报。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了。快先叫老师，科系。刘涛，哎。啊，老师，我们可以汇报了。好，经过刚才的这个现场勘查，加上20分钟的助理团的这个再次询问，所以呢，你们要把死因告诉我们，另外整个事件的一个重建也跟我们来讲一讲。死因的话，我们还是按照那7大死因来排。首先是就是高低温的话，现场勘查没有发现相应的环境以及体表损伤，就高低温是排除了的。然后机械性窒息的话，也是没有发现相应的体表征象。然后中毒的话，就有一个常见毒药物是阴性的，那目前也是在排除。电击的话，目前在这里没有发现就是什么电源啊，以及就是他身上的电击斑。然后这排除了4个的话，就只剩下机械性损伤和那个疾病。然后机械性损伤的话，我们是觉得体表是没有就是特异的损伤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器官的时候，就是发现3个器官的病变，就是心脏、脾脏和肺脏，然后还要发现双侧损伤都有积液，肋骨是有骨折的，然后也有出血，然后就是结合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它是不管是因为人的手拳头，或者说是摔倒撞到什么东西，或者说是最后的胸外按压，肯定是对它造成了一个损伤的。刚开始我们其实考虑了冠心病的，但其实后面发现，一个是它的冠状动脉就是堵塞程度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就是也没有看到一些血栓或者说是斑块出血的急性表现，就是而且疾病也是我们要先排除其他几个死因，再来看是不是疾病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可能倾向的是这个机械性损伤。还有补充吗？我是觉得他的那个基础疾病是有一定的参与度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那个脉层染色上面它是有很多胶原纤维，然后有那种出血的，就感觉这个心脏的基础疾病肯定是有的。就你们现在大致意见是机械损伤，然后呢，去年认为脉层染色上面显示可能有病变，可能会参与到这里面去。那我先问个问题吧。你不是说他有肋骨骨折吧？然后是有抢救过程是吧？对。你们认为这个肋骨骨折和你那个心脏这个问题有没有关联呢？就是我们有比对他心脏上面的那个有一个地方的损伤和他肋骨出血点的那个位置的比较，感觉大概好像是在一个位置的。你们看出来骨折是哪一个？是个胸骨骨折吧？这边是。还有一个呢。然后心脏是在胸骨上面也有，就是胸骨这个应该是就胸外按压，因为胸外按压就是2骨头中间连线的这个地方。我现在就问你，这个如果是一个胸按压导致的，或者死亡平时期导致的这种骨折，和生前的打出来的骨折有什么区别？
就是看生活反应。之前打出来的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出血或者说炎细胞浸润，皮肤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鼠子水肿啊那种之类的。所以一定是在它的骨折的周围的软组织有没有出血？那你们看看那个有没有出血？就这个有，这就没有。没有。所以反过来说，这个心脏这个出血是一个生前的，是在这个骨头骨折之前发生的事情。你们还要看看那个心脏的出血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心脏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是什么地方？下面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正好是4间房子的中间，左右心房、左右心室这个交叉的十字点上面，这个点往下穿，心脏有什么结构在里面？就是房室结，传导结构。对啊，房室结啊，它是一个2级司令部。如果这个司令部受了伤，它的功能受到影响。对。然后这就问题在哪？显微镜下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有很多出血吧？对，出血。对。这是外膜的脂肪上面出血，一直传下去，对，传到整个心脏上面去。这种情况下，有疾病和没有疾病是有没有关联？有没有关系？没有，和疾病没有关联。没有关系。现在你们再把这死因再给我们讲一遍。心脏挫伤，有没有心脏挫伤这个概念？有没有脑挫伤这个概念？有脑挫伤，心脏挫伤。接下来我们还原，想想这个事件怎么还原。演一下。那我演死者吧。哦，我就讲述，是吧？那我什么凶手？你是凶手吧？行。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喝完酒之后，在胖水手回自己的通铺睡觉的时候，凶手出来趁其不备，朝其胸口打了一拳，致其倒地。之后呢，没过多久，医生跟服务生同时上来，然后医生就给胖水手做了这个，活过来了，这个按压，然后这不够，要压碎的要骨折才行，要胸镜压，要上，受到损伤，胸骨骨折，对，大概就是胖水手这边的一个案件重建。好，所以这个鉴定的话呢，死因上面应该是。反正开始我觉得你们大部分是对的，也小的干扰项，你们都把它排掉了，只是可能疾病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当然你们可能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的这损伤，没有去想到深度，它这个部位损伤会导致哪些结构、哪些功能受到损害。所以你们刚才的这还原还是比较成功的。公布一下真相。那么这个事件重建的话呢，整个来说看的是比较安静的，没有打斗。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目前能够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他们3个人喝完酒以后，就往自己住的地方去了。然后这个胖水手到了他这个大通铺这来以后，凶手趁其不备，当胸一拳，这个人倒了。然后后面呢，医生来了抢救。正常的话，我们对心脏的抢救，要让心脏起跳的话，要把这个胸壁要压下去很深，理论上压到3到5公分，这样才能把心脏压得跳起来。所以在这个压的过程经常会造成骨折，所以这个骨折是一个濒死期和死后造成的。来，到你们了。好的。好，看看谁讲。老徐进行这个死因的汇报嘛，然后我是这个现场就是这个案情还原，对。我们最后觉得呢，他应该是机械性窒息，因为觉得他这个口唇黏膜呢有些外伤，它不光是普通的那种窒息征象的出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件性质呢可能会是一个他杀，他体内有这个
头孢曲松钠，但是头孢曲松钠是注射用的，所以它既然体内能查出来这个东西，那么而且在这个医生那块对于这个药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它只能说是头孢，而且在桌子上只发现了这个头孢克沃。死前呢会有一个乙醇和头孢曲松钠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两种东西在血中同时出现了，那么它会有双重能量的反应，但并不严重。然后他带着这种状态回到了屋里，然后有人进来，对他的这个口鼻进行了这个捂或者是闷，然后造成了机械性窒息，但是并没有留下特别多的面部的这些窒息的痕迹。但是呢，我又发现肺、心、肾、口唇都有出血点，缺氧结膜是苍白的。补充一点点，它气管还有那个泡沫状的液体。那陈实，你来还原一下现场。好，行。郭仁哥哥饮用了酒，然后进来，此时他体内有乙醇，然后同时有这个头孢曲松钠，此时他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对，好困啊，所以他就短暂休息，然后躺到了床上。这个时候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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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背景音乐，噔噔噔噔。已经预谋好的这个嫌疑人就进场了，然后拿了这个枕头，对正在昏睡状态的这个俊成哥进行了一个午门。这么长时间啊！此时一只拖鞋在脚上，另一只拖鞋在床边。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放上去了，然后这个绳子和那个是我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嫁祸给服务员，留了一张关键性的扑克牌，潇洒离去。哦，大致的这样啊。好，点评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眼睑结膜没有出血点？这是比较疑惑的一点。所以要问一句话，是不是所有的机械窒息一定要眼睛球结膜出血点？不是，10个里面可能在里面有7个8个会出现，有那么1、2个不出现。但是他这段不出现，别的地方有啊，对吧？你内脏上有啊。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的是质疑真相，它也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概率。对。在有人上不一定全部发生。对对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后面这种条形的还有这个后面是有一个印痕，这个对，这是什么痕迹？这看这上这个吗？像我这么看，就是胖，然后皮褶，这是皮褶。你觉得像啥？它就不像很。但是这个绳子，它确实，我们要想想，他自己碰过呀。这个绳子他碰过呀，他拿着绳子来干啥呢？这是一个水手长的卧室，死的时候死在床上面，面容是比较平静的。第3个现场就在楼道里面了，他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水手，衣冠不整，很惨烈。主要的还是机械性损伤，然后导致脑干有出血。为什么会脑干会出血？可以捂他的同时，他用手去拽这个绳子，然后他不挣扎，他不抵抗。又一起案件出现，又死了一个。这个啥情况？也扑克牌，小王。尸斑怎么会在那个位置？常见毒药物没有，但那个不一定。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只能讨论什么死因啊，什么都不知道。每组派1个人，一一的车轮大战。大片皮下出血，逝者的瞳孔可见，颈部被烧伤。对这个人死因怎么判断？这能确定死因吗？很多这个死因都不能排除。我们先想一想。又来了。
这时候大厅里边的一大堆行李里发出了一些腐烂的臭味。来人啊，又出事了！这里面小过了，这个眼球奇怪吗？有问题，感觉有问题。我没办法去形容这个。船上人心惶惶，这还是我们4个了。我们也会死。一切会真相大白吗？等这个实习结束之后，大家都是想干些什么？娜娜不是要结婚吗？我们5个人下一个应该会是曲姐。丽丽，你想要找怎样的男生？我就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你面前，你就觉得很喜欢他？对啊，没有理由啊。请家里催吗？还好吧，回家的时候会问，哎，有没有对象啊？对象哪的？正常。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触摸回忆，触摸纹理，用指尖还原轨迹，能否穿越沿海，将一切温度蒸汽？每段人生，每次相遇，见证过爱恨奇迹，定格那个揭开未尽的谜底。未曾经历冒险，如何看见月的另一面？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场戏。我会告诉我自己，欢笑泪水都是生命的勇气，心之所往就是坚持的意义。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面容超越时空，在心中汹涌，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心中微光会点燃温暖晨曦。我觉得我想做一名合格的法医，技术要求过硬，从业的这种价值观也要非常正才行。很多时候你能体会到他们的感情，但是你不能被他们的感情所左右你的判断。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有底线、有原则的法医。我以后会想做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法医。我想成为一个全能有爱的法医。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晨曦